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8期。时间来到1987年，红白机发布的第5个年头。经过前面几年的时间， FC 和 NES 主机在日本和北美已经取得了成功，占领市场。而在其他地区，虽然在1986年下半年已经进入了欧洲市场，但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直到1987年才开始销售主机，同年还进入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游戏方面，这一年发售的游戏数量较上一年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厂商都希望能分到这块蛋糕。主机的销量让蛋糕越做越大，但架不住来瓜分的人太多，使得游戏销售的竞争变得激烈。再加上这一年 PCE 主机的发布，随便发个作品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1987年1到2月份发售的游戏。火之鸟凤凰篇，我王的冒险。1987年的第一款游戏，像这种刚过完新年就发游戏的情况，很多都属于没有按计划完工，错过了圣诞档期，少部分情况是有意要错峰发行。该作改编自1986年的电影《火之鸟凤凰篇》，电影又来自于手冢治虫的漫画《火之鸟》系列，这个系列是手冢未完成的作品，凤凰篇是已有的15个篇章之一。我王是主角的名字，他从小饱受歧视和迫害，后来沦为土匪，过着放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女子，发现我王的善良之处，两人结为夫妻。但由于一个小误会，我王亲手杀死了妻子，后悔自己行为的我王成了一名佛教雕刻家。他创作了一只火鸟的雕塑，却被盗走，分成了16块，并被藏在过去和未来不同的时空中。为了找回火鸟雕塑，我王踏上了穿越时空的冒险之旅，要在16个不同的关卡击败 BOSS， 找回全部的凤凰碎片。主角的武器是他雕刻用的凿子，按 B 键发射，人物可以向上攻击，蹲下时使用鬼瓦。鬼瓦是游戏的最大特色，在场景中通过放置鬼瓦可以将它们作为立足点或阻挡敌人的道路。放置好的鬼瓦可以用凿子射击摧毁，也可以站在鬼瓦上面蹲下并跳跃3次来摧毁。这种方法还能破坏场景里的某些方块。使用鬼瓦会消耗数量，剩余数量显示在画面上方。消灭敌人或获得道具可以补充数量，上限为99。其他道具包括增加分数的钱袋，增加生命上限的贝壳。凤凰羽毛会让主角短暂无敌，同时能消灭敌人。镜也能无敌，但人物变成穿透效果。勾玉让时间停止，念珠全灭屏幕敌人。小人增加1条生命。科乐美超人在本作也不会缺席，拿到可以补满生命和鬼瓦。游戏的16关分成3个时代，前8关大河时代，有海岸、山丘、森林、寺庙、火山等主题场景，敌人主要是衙役、盗贼和几种动物。来世时代5个关卡，场景充满了科幻感，敌人包括了一些昆虫和怪物。太古时代3个关卡，敌人是乌龟和一些恐龙。另外这些时代之间只能通过跳关区域完成，有很多区域用于跳关，因此可以用不同的顺序完成所有的关卡。通关后的动画浴火重生很有意境。这部作品整体延续了科乐美当时的音画优势，操作手感比较流畅。不过作为纯动作游戏，敌方角色尤其是 BOSS 的设计差了些，缺少特点，打起来也没太多技巧。个人评价3颗星。屠龙战记，这是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原版南梦宫1984年发布在街机平台，英文原名是 Dragon Buster。 有趣的是，街机原版开发之初曾考虑用过游戏名 Dragon Quest， 也就是勇者斗恶龙。那个时候艾尼克斯还在干别的活。不光是游戏名，故事的设定也非常相似。主角克鲁维斯是皇家卫队队长的儿子，从小淘气，被送到深山老林的一位僧侣处接受培养。公主西利亚被恶龙抓走，克鲁维斯发现自己原来是传说中的英雄，于是前往龙山消灭恶龙，拯救公主。游戏特点是采用了一种逐渐复杂的循环模式。一开始在一个大地图上，主角从城堡出发，选择前往龙山的路线，沿途进入经过的场景，
进入后切换成横向卷轴的关卡类型，在这里消灭敌人，清除守卫出口的 BOSS 就可以离开，然后继续在大地图上前进，按这样的方式到达龙山，消灭恶龙就算完成一轮游戏。下一轮重新开始，大地图会变得更加复杂，场景种类也会增加，进入场景后横版关卡也会更复杂。按这个模式通过12轮可以看到结局，最后如果继续游戏会在9到12轮的场景里重复。所有地图上的场景都是下面的几种类型：洞穴、高塔、墓地、山脉、遗迹和红白机独有的森林。每种类型的场景里怪物类型都有些区别，和主题相对应的怪物会多一些。例如墓地包括更多的骷髅，洞穴主要为线性关卡，有很多蝙蝠和蛇，高塔楼层众多，有大量的向上攀爬部分。人物的动作上也有些特色，最著名的是跳起后空中按上键能使出2段跳，在空中挥剑时结合方向键有不同动作的强力斩击，攻击力是普通攻击的3倍。画面右下方的经验值相当于分数，达到一定数后可以提升生命上限。游戏里的大约20种道具分为3类，分别是速效物品、魔法物品和实用物品。增加血量或经验值的即为速效物品，卷轴、权杖、灯、护身符、王冠这类能用出不同的魔法。实用类的包括剑、盾增加攻击防御的装备，还有钥匙、斧头、罗盘有特殊的作用。这款游戏每一轮更复杂的大地图玩法还是很不错，前面简单的地图能看到全貌，后面的轮次随着在地图上前进滚动才能看到后面的场景。选择路线后的未知能带来一定的新鲜感，道具系统也很不错。缺点是横版部分的场景和角色都比较粗糙，主角虽然有不同的动作，但操作起来显得非常笨拙，战斗也缺乏技巧，大部分情况纯靠拼写。个人评价3颗星。魔王迷宫改编自1986年的同名电影，由阿特拉斯开发，德间书店联合版权方汉森和动视发行。同一时期在电脑端发行的另一部电影改编游戏要有名的多，但和这部作品完全不同。主角莎拉要从魔王的迷宫中找回自己的弟弟托比，游戏以俯视角呈现，右上角的时间代表游戏中的13个小时，要在这个时间内解开13个迷宫的所有谜题。莎拉的攻击方式是向敌人投掷石块，较弱的敌人，例如妖精和小型哥布林，会被石块击退；较强的敌人，例如体型较大的哥布林和火焰怪，则会被石块击晕。主角没有血条，当受到攻击时，画面上的时间就会被扣掉几分钟，时间耗尽，游戏结束。当然，有些道具也可以回复时间，或者在智者那里回复时间。获得金钱的方式是消灭敌人或拾取场景中的财宝，还可以用钱在名为虫子的角色那购买物品。每个关卡迷宫的主题是找到一把钥匙，一旦拿到钥匙就自动传送回到智者所在的地方，他会给予后续钥匙的相关提示，集齐12把钥匙进入最后的城堡。迷宫中还可以收集硬币，每3个硬币升级攻击和防御。另外，如果收集场景中的爱心，还可以将这些爱心分给3个同伴，一个同伴拥有3个爱心时就能召唤他前来助阵。在第13关城堡迷宫找到弟弟托比，游戏通关。这部作品很明显有模仿塞尔达的痕迹，俯视角的画面，暂停后的物品菜单，不同场景的迷宫。游戏里的一些角色和场景安排应该和电影内容对应，但我没有看过电影，所以没什么感觉。单看游戏本身，这样大型的迷宫场景，如果放在 RPG 游戏里，可以打怪升级，找装备宝物和推动剧情，或者像塞尔达里的迷宫，安排一些有趣的解谜，然后进入更深的区域。而在这座里的迷宫就是单纯的岔路，不停地走，同时射击敌人，路上捡一些物品道具，最后捡钥匙，所以它更像是一款射击游戏。虽然有些不同的元素，但都相对独立，玩起来并不那么有趣。个人评价2星半。塞尔达传说2：林克的冒险初代发布将近1年之后，任天堂推出了这部正统续作《林克的冒险》，首发仍然是磁碟机版，4年发行欧版和美版卡带，磁盘和卡带的版本内容上有些细微的差别。概括来说，后发行的卡带版在一些画面色彩和少量角色贴图上做了优化，
但磁盘版的声音表现比卡带略好。另外，系统上也有些不同，主要是卡带版升级所需的经验值呈现差异化，丢失所有的生命不会降低等级，而磁盘版不同属性升级所需的经验相同，需要的经验值也较少，但丢失生命会降低等级。这座的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初代游戏结束的几年以后，林克16岁时，手臂上突然出现一个三角符号的标记，英帕将他带到了一个房间，这里沉睡着王国的第一位塞尔达公主。很久以前，她的哥哥为了找到三角力量的秘密，让魔法师对她施加了咒语，公主陷入了永久的沉睡。王子哥哥很后悔，因此把所有未来的公主都命名为塞尔达。英帕交给林克6颗水晶和一个卷轴，林克要击败6座神殿的守护神，将水晶插入石像中，然后前往死亡谷的大神殿，找到勇气三角力量，唤醒这位塞尔达公主。游戏里玩家在大地图上移动时采用俯视视角，但遇到敌人战斗或到达特定的场景或城镇，会切换成横版视角。横版场景里，画面上方从左到右分别是攻击等级、魔法等级和魔法值、生命等级和生命值，最右边为经验值。3种等级开始都是1，通过消灭怪物和获得经验类道具，人物可以升级，选择攻击、魔法和生命3种属性中的一种提升，最高升到8级。攻击等级当然是提升攻击伤害，魔法等级降低魔法值的消耗，生命等级减少受伤害时损失的血量，相当于防御力。初始的魔法值和生命值都是4格，通过获得魔法瓶和爱心道具可以提升上限，最高到8格。在横版场景，人物的动作也很丰富，满血时挥剑和初代一样能发出剑光，站立时挥剑是上段普通攻击，防御时盾牌保护上半身，蹲下为下段攻击，防御时盾牌防护脚部。有些敌方攻击用盾牌是无法防御的。还可以找剑客学习下冲和跳跃突刺的攻击招式，也可以找不同城镇的魔法师学习魔法，总共有8种不同的魔法，都非常有用。有防御护盾使伤害减半，开启时衣服会变成红色，跳跃魔法增加跳跃力，生命魔法回血，还有可以变成仙女穿过锁着的门，攻击敌人的火和雷，反射魔法的护盾和用来发现隐藏物品的神秘咒语。整个流程在不同的神殿安放好6颗水晶后，进入最后的大神殿，这里有2个大 BOSS， 第一个是大守护者博鲁巴，消灭他后迎来最终 BOSS 黑暗林克，击败他就能获得勇气三角力量，唤醒公主。这部林克的冒险虽然是正统续作，但在整个系列里属于非典型，除了大地图的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横版场景，增加了很多动作元素，使它更接近于动作游戏，同时弱化了解谜内容，配合上新加入的经验值升级系统，看起来像是一款类银河恶魔城游戏，尤其是各个神殿里的电梯。本作的素质从各个方面来看依然很优秀，也很好玩。Famitong 给出了36分的白金殿堂高分，但有一点，这部作品所有好的地方在别的类似优秀作品里也能体现，并不只有它能做到。塞尔达之所以是塞尔达，应该在它独特的品质。可能任天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后面的正统作品中基本没有采用本作的设计思路，重新做回了自己。游戏评价4星半。勇者斗恶龙2恶灵之神系列的第2作，游戏开发的核心团队与初代完全相同，枯井雄二设计故事剧情，中村光一负责程序，鸟山明担任角色设计，音乐担当苍山浩一。这作最初定在86年的12月份发售，但因为技术问题导致测试时平衡性较差，又花了一段时间打磨作品，最终在1987年1月底问世。美版在3年后发行，日版卡带采用了1兆比特的容量，美版卡带为2兆比特加上 64K 内存。和初代一样，日版使用密码保存的方式，美版带有电池可记录数据。另外，美版中加入了序章内容，还因审查原因替换掉了几种贴图。这作的故事时间设定在上一作的100年后，初代里的勇者和公主在新大陆上建立的国家劳雷西亚，后来被分成了3个王国：洛里亚、萨马托里亚和月西，分别由勇者的3个后代掌管。魔法师哈根攻打月西王国的城堡，
试图召唤恶魔马洛斯毁灭世界。一名受伤的士兵逃脱到洛里亚传递消息，洛里亚的王子踏上讨伐哈根的旅途。冒险过程中找到萨马托里亚的王子和失踪的月西公主，再来到初代的阿雷夫加德，从龙王的曾孙那里获得信息，在全世界收集5枚徽章，制作卢比斯的护身符，最后前往冰封高原消灭哈根和恶魔马洛斯。这一作的整体框架和玩法基本都基于初代的作品搭建，打怪获得经验值和金钱，升级并购买装备道具，在城镇收集信息，探索不同的区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优化。与初代里 1v1 的战斗不同，这代终于可以组成队伍，3个勇者的后代一起冒险。战斗画面还是第一人称视角，敌人也会组队出现，多对多的战斗更加讲究战术。3个角色的能力发展方式、可学习的魔法和可装备的物品各不相同，魔法的数量和类型较之前大大增加。这一代的地图也比前作大了很多，可探索的迷宫类型除了洞穴，还增加了塔楼。在塔楼上可以通过从外缘或中庭掉落来逃到地面或移动到较低的楼层。为了应对更广阔的区域，增加了一艘船作为交通工具，乘船可以在任意位置停靠，使探索变得更加开放。相隔较远的地方增加了传送门。另外，本作也初次加入彩票抽奖。整个的菜单和命令系统优化很大，前作里繁琐的对话操作和楼梯、门这类不合适的指令没有了，新增装备指令也能自主控制更换装备。这部作品的剧情和角色设计很优秀，这也是该系列的立足之本。音乐完成度很高，初代当中的一些瑕疵在这里也得到了解决。游戏的销量在日本就有240万份，也是从这一代开始成为现象级的作品。翻面通给出了38分，也是1987年红白机的最佳游戏。后来在超任上发布了1、2代的合集重制版， FC 卡带容量不足没有实现的内容，在重制版里也被实现。再后来不同的平台又出了很多复刻版本，如果是现在游玩，重制版会更加合适。个人评价5颗星。蛋王子也翻译成罗罗大冒险，叫洛洛大冒险也行。这也是一个系列作品，由 HAL 工作室开发。系列的前2作在 MSX 平台上发行，现在这款就是改编自 MSX 平台上发行的第2部《迷宫神话》。后来红白机上还发行了该系列的多部作品。需要注意，这部作品的英文名是 Eggland， 并且只有磁碟机版，而洛洛大冒险是后续作品的直译名。游戏的类型是动作解谜，主角的名字就叫做洛洛，一个蓝色的球形角色，有眼睛、胳膊和腿。他要救出被反派伊格尔俘虏的公主拉拉。拉拉的样子和洛洛相似，但颜色是粉色。游戏的美观是在一个11×11的房间，房间里收集所有爱心图案的道具，同时躲避敌人。拿到所有爱心后，宝箱就会打开，呈现出钥匙。获得钥匙，敌人全部消失，房间的门打开，就能通往下个场景。有些房间有多扇门，不同的门意味着不同的路线，所以这些房间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敌人多数时候会根据玩家的行动或在收集物品时触发某个点后做出反应，应对它也是解谜的一部分。对付敌人可以充分利用场景里能推动的绿色方块，有些爱心图案拿取后音效不同。此时能获得2次弹弹攻击，发射子弹将敌人变成蛋蛋，可以推动它防御敌人或者用作解谜。如果一段时间不管它，蛋会恢复成敌人。变成蛋的敌人再发射1枚攻击，直接将它打飞，但这个敌人一会儿就会重新回到场景。特定房间里拿取某些爱心时能获得特殊的力量，会显示在右侧的方格内，分别是建造桥梁、改变单向箭头的方向和用锤子砸碎岩石。当完成某些房间内容后，会进入特殊的宝箱房间，要在右下角的时间限制内拿到宝箱里的宝物，有些宝物是后面所需要的重要物品。游戏里的房间数有100个，来到最终 BOSS 房间后，用石头剪刀布决胜负，胜一局点亮1根蜡烛，点亮4根就能击败 BOSS。 这个游戏系列所有的作品基本规则都一样，后面发布的作品会做些优化调整。本作属于早期的一部，解谜的元素设计玩起来很有趣，
不过有些地方的设计是得反复试错才能解开，这点有时让人很恼火。整体来看还是很适合喜欢动脑筋的玩家，个人评价3颗星。奥特曼怪兽帝国的逆袭，红白机上的首部奥特曼作品由万代开发发行，只有磁碟机版。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最熟悉的特摄剧还是恐龙特辑可赛号。奥特曼这个系列里面的角色我一直都分不清，感觉每个长得都差不多。这款游戏是横版射击结合动作类，人物是初代奥特曼里的角色。一开始出场的是特搜队的早田进，奥特曼的人间体，此时主角是一击必死的设定，他的武器是一把手枪，场景中有隐藏的特搜队徽章，获得后升级武器可以升级2段，2段过后如果再拿到徽章，人物获得短暂的无敌。画面上方有一个能量槽，一开始为空，通过消灭敌人获得能量，能量槽填满按暂停键变身奥特曼，变身后能量槽就成了奥特曼的血量，右上方时间也变成了3分钟的倒数，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动作游戏。画面上方的4个格子为奥特曼的能力，第一个常规攻击用手刀斩击，其他特殊攻击可用时就会显示在方框内，按暂停键切换招式。第二个是屏障，第3个是射线，第4个切割光环，使用1次方框内的招式就会消失。如果保持奥特曼状态，获得的能量相当于血量的回复。总共有10关加一个最终 BOSS， 每关的 BOSS 都是大型怪兽，场景从东京到洞穴、火山、沙漠。后面的有些关卡开始时是特搜队的载具登场，如潜艇和飞机，效果和人物射击一样，但这时变身奥特曼呈现飞行状态。再往后的关卡突破大气层来到月球，最后一关在巨型 UFO 内部，最终 BOSS 名为泽顿的宇宙恐龙，消灭它就能通关。如果开启2周目，主角人物是猪心蛋，变身成为赛文奥特曼，但人物的所有能力都一样，只是换了皮。同时2周目难度会增加。作为横版射击和动作游戏，该作没什么可说的，属于万代的常规发挥。射击时平衡性不好，导致有一定的难度，变身后没有太多的技巧可言。本身我对这个系列兴趣也不大，代入感不强，个人评价2星半。猜谜杂志创刊号，由 Sunsoft 和世界文化社共同制作推出的磁碟机游戏，看名字就能知道这是一个系列作品，以解谜类型为主题，做成一个电子磁盘杂志的形式。系列总共发行3部作品，这是第1部。该作的内容是由8个迷你的解谜小游戏组成，简单介绍一下每个小游戏的内容。旋转门迷宫，在一个迷宫房间里有很多90度的旋转门，穿越这些门到达数字区域，进入下一层。纳佐勒算命，总共4个位置和12个不同的生肖符号，空心的五角星表示其中一个符号猜对了，但位置不对，实心的五角星表示其中一个符号和位置都正确，猜对所有4个符号就会被告知命运。超级拼图，由11×14的小方块组成的图画，通过交换小方块的位置拼成完整的图案。拯救桃子公主，类似一款第一人称视角的冒险游戏，并在途中收集不同的物品，只要犯了一个错误，游戏就会结束。超级问答日本之旅，通过正确回答不同的问题来赚钱，用这些钱购买前往日本不同地点的旅行费用，直到最终访问完所有的地点。Famicom 能力倾向测试，模拟牛仔决斗的枪战场景，在10秒内尽可能快地点击按钮，胜利者会开枪获胜。挤压拼图，通过设计不同行和列的方块，将各种方块放置在正确的位置，当方块到达正确位置时，会从黑白变为彩色。3D 迷宫，一个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的简单迷宫场景。这部作品针对的情景是聚会时游玩，可以认为是早期的派对游戏，只不过都是解谜类。小游戏简单经典，游戏性也都经过时间的验证，但制作只是将它们收录集合，然后进行简单的加工，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个人评价2星半。黑巴斯，著名的钓鱼系列作品，也算是很长寿的一个游戏系列。这是第1部，
原版1984年发行在计算机平台，本作移植到红白机上只发行了日版。2年后 NES 美版发行了同名的游戏，日版名为《黑巴斯2》，内容实际上是这款的续作。游戏的目标是从日出到日落，尽可能多的捕获黑鲈鱼。在开始界面可以选择钓鱼的季节，进入游戏后乘着小船来到湖面，按照游戏顺序会先后有5个不同的湖，都是日本知名的钓鱼地点。控制小船到你想要的位置，选择一种鱼饵，然后按 A 键抛出鱼竿， B 键控制抛竿的距离，如果用力过猛会直接抛到对岸。之后画面切换成水下的测试图，等待看是否有鱼会上钩。在这个过程中，控制鱼饵跳动能吸引鱼的注意力，咬钩后按 A 键收线，过度频繁的收线会导致线的断裂。中间还可以更换鱼饵的类型，游戏中共有13种不同的鱼饵，除了外形，效果上也有些差别。根据季节和水温的变化，鱼也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这点需要用经验来把控。游戏的方法和内容都很简明，就像一个钓鱼模拟器，但不知道是设计的原因，还是我对钓鱼本身并不了解，觉得难度很大。湖里的鱼很少，好不容易经过一条也不咬钩，收线时经常会断。后来查了一下别人的评论，也说初代作品设计上不太平衡。对钓鱼这项活动，在我的印象里，喜欢的人那是真爱，不在圈子里就完全无感。我就是属于后者。游戏评价2颗星。新人类，美版名字迪诺利奇的冒险，哈德森开发的一款纵向动作射击游戏。日版的发行方是理光株式会社旗下的 Rixsoft。理光的主要业务是生产电子产品和办公设备，早年也为主机或街机厂商提供电子元件。游戏的美版由哈德森发行。之所以把日版发行交给了其他公司，是因为从1987年开始，任天堂严格执行了每家公司每年发布的游戏不能超过5款的政策。游戏设定在远古时代背景，主角的名字在日版里叫麦克斯，美版叫迪诺利奇。开始时发射的武器是小石头，通过获得拳头形状的道具升级武器，第一次升级成斧头，第2次升级成回旋镖，第3次升到顶级发射火焰。此后如果再获得拳头道具，效果为全灭屏幕的敌人，五角星也有相同的全灭效果。鞋子图案的道具可以多段提升移动速度，但要注意，如果速度过快不利于平台跳跃。左上方的爱心表示人物的生命，如果被击中，武器和速度会下降1级。除了常规的分数和回血道具，场景里有些地方还隐藏着特殊的物品，用武器反复攻击就会显现。鸟的图案物品获得一对翅膀，长按跳跃键能飞在空中，降落后翅膀消失。获得利奇的人物头像后，变身成强力人物并发射分身。这个人物原型来自职业摔跤手长州力。游戏共有4个关卡，每关末尾有 BOSS 战，最后一关又分成4个小关卡，前3小关把之前关卡的 BOSS 再打一遍，最后一关的 BOSS 是一只大苍蝇。通关后场景会开始循环。这部作品的操作手感不错，整体节奏爽快流畅。游戏的难度有些偏高，难点不在于对付敌人和 BOSS， 而是集中在各种平台跳跃和陷阱的区域。当然有一些能依靠翅膀通过，这些区域也是不同关卡的区别特征。整体的流程偏短，场景也比较少。个人评价3颗星。飞龙之拳奥义之书由文化大脑公司开发和发行。飞龙之拳也是一个系列作品，并且有完整精细的背景设定和连续的故事。这是系列的第2作，第1部作品1985年发行在街机上，是一款纯格斗作品。初代街机版的名字是北少林飞龙之拳，主角叫做飞龙，从小在龙虎山跟随养父也是师傅胡安学习武术，是飞龙拳秘传的传人。这作里师傅被暗杀，飞龙拳秘传被夺走，只留下第6卷心眼之书。他遵照师傅的遗愿，前往少林寺投靠住持员外，并在那里学习少林武功。这作采用了横版动作关卡结合初代街机的格斗关卡。一开始前往少林为横版动作关卡，击败5个 BOSS， 收集5个粒子，同时获得能力提升。人物攻击时还有合成语音。
过关后来到少林寺，关卡变成1v1的格斗模式。格斗的特点是采用了心眼系统，对战时自己和敌人的身体不同部位显示圆圈，指示攻击和防御的位置。攻击和防御都分成了上中下3段，防御时分别用上、前、下防御不同的段位攻击，攻击时也是通过方向键上、前、下结合攻击键，分别攻击敌人的上段、中段和下段。防守或攻击的过程中，画面顶部的 KO 量表会增加，当 KO 量达到100时，即可施展飞龙拳。在系列后续作品中，这套系统一直延续使用，同时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在少林寺击败员外住持后，开启后半部分的剧情。6年后，与少林敌对的神秘组织獠牙兵团寄来挑战信，也是他们夺走了飞龙秘卷。龙飞决定代表少林寺参加世界锦标赛，阻止獠牙兵团夺得冠军。游戏的内容会重复横版过关，加上格斗的形式，但画面背景发生变化，格斗关卡对阵人物也会不一样，还有晋级的图表。随着剧情推进，重新拿回6卷飞龙秘传。通关后出现一个结局，但这并不是真结局。2周目游戏中再次收集全部秘传，外加新增的4个水晶球，再次通关，出现真结局。这部作品主要特色还是在格斗的部分，横版部分的战斗和操作都比较一般。对于动作游戏来说，故事情节很丰富。同时期这样做故事的动作游戏不多，但游戏流程太长，后面的关卡模式大同小异，重复感很强。仅靠少量文字和贴图讲故事支撑不起这样的长度，整体评价3星半。超能梦，科乐美发行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只有磁碟机版本，07年登陆 Wii 主机，作为数字版下载。1992年在红白机上还发行了续作。早年大多数 ARPG 游戏的主题都是剑和魔法的世界，而这部作品的题材很特别，是一个科幻的世界。主角的名字是艾斯波，拥有超能力的男孩。有一个和平的村庄突然遭到邪恶部落的袭击，部落绑架了村长的女儿爱丽丝，要求以村子作为交换。村里的一个智者斯科特告诉村长，在另一个超时空的世界里，有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男孩，一定能够拯救爱丽丝。于是爱丽丝的妹妹洛蒂找来了主角。游戏在俯视角的场景中进行，大部分的游玩方式都和传统 RPG 游戏相似。人物在大地图上移动，可以进入不同的场景，和人物对话获得信息，商店里购买物品和装备。但因为是一个科幻背景，很多的场景设计在当时比较有新意。场景里的敌人以猫爪的图案移动，遇敌后切换到一个封闭的房间，开始计时战斗。主角的基本方式 A 键开枪射击， B 键使用超能力。画面上方显示人物的状态， HP 当然是血量， EP 代表精神值，用于使用超能力，可以理解为魔法值。右上方是金钱和经验值，经验值到了一定数量后升级，增加 HP 和 EP 的上限。超能力包括了2种主要的攻击方式，波浪光束和全屏闪光。另外一些特殊功能的超能力，像点亮黑暗的场景、传送能力、自我保护的屏障、恢复生命和停止时间。需要攻略的有5个主题世界，每个世界都有 BOSS。 第一个巨型房间里，房子内部的桌子上有面包、汤、书籍等等，通过进入电脑显示器来到布满 IC 芯片的地牢。第二个光之草原，是一片绿色的草地，两旁树木成荫，一条河流穿过草地。第3个水晶城堡，完全由水晶做成，并且漂浮在空中。第4个遗迹沼泽，沼泽内充满了遗迹废墟。第5个象棋殖民地，一个神秘的空间，棋盘状的格子，地板漂浮在蓝色的天空中，敌人以棋子的形式出现。最终 BOSS 部落的首领杰拉索森就在这里。游戏的整体难度适中，科幻题材结合主题场景都很有特点，其他方面保持了科乐美同时期的水准。音乐由山下绢代创作，从1996年到1989年期间，在科乐美举行播俱乐部担任作曲家，创作了包括恶魔城系列在内的很多优秀游戏音乐。本期介绍的火之鸟和这部超能梦的音乐都是由他负责。翻米通给出了30分银殿堂的成绩，个人评价4颗星。高尔夫日本公开赛
由任天堂和 HAL 工作室联合开发，任天堂发行的高尔夫游戏，只发行了磁碟机版。几个月之后，同样在磁碟机上发布了一款极为相似的高尔夫美国公开赛。虽然本作封面是马里奥的头像，他和路易吉也都在游戏中出现，但这部作品还不算马里奥高尔夫系列，而是系列的前身。首款以马里奥命名的高尔夫游戏是1991年在红白机上发行的。本作实际上是基于1984年红白机发行的高尔夫优化改进版本，大体框架和之前的高尔夫差不多。这里只介绍一些与之前不同的点。如果想要了解前作的朋友，可以看我第2期的节目。最明显的区别是运动员正式换成了马里奥，如果双人游戏2P是路易吉。在人物击球前，如果远离球可以进行挥杆练习，击球时按住 B 键，结合上下方向键切换球杆，结合左右方向键可以改变挥杆的速度。与前作相比，风向和场地的坡度对球的影响更加明显，这就对玩家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因为游戏名叫日本公开赛，比赛场地也重新进行了设计，这些场地后来很多也被用到了马里奥高尔夫当中。这款游戏的磁盘首次采用了蓝色磁盘卡，之前的大多数磁盘都是黄色。当时玩家可以把高分和个人信息数据保存在磁盘上，并通过磁盘传真机将数据发给任天堂参加比赛。获胜者将获得一张金色磁盘，其中包含更高难度版本的游戏。相比前一款高尔夫作品，这作有部分的改进，也为后面的马里奥高尔夫系列打下了基础。个人评价3颗星。家庭教练系列3韵律体操中心，距离第2部该系列的作品又只过去了2个月的时间，万代就发布了第3款，这让我很怀疑是不是万代对自家推出的地电控制器外设使用寿命没有信心。这一作的主题正如游戏名韵律体操，有3种模式。第一种普通模式，跟随画面中的教练动作和合成语音的口号节奏，在音乐播放的同时踩下地电控制器上的对应按钮，完成一首音乐后进入下一个级别，如果出错扣掉10分，扣分超过100分时，一首音乐没有放完就表示未过关。只要不是连续犯错，后面动作正确，分数还是会再加回来。初始有4种不同的课程，完成这些课程可以解锁另外4种，除了各种下肢的动作，还会有手部相应的动作。第2种游戏模式中，可以通过踩地垫和不同的位置编辑原创音乐，或者通过听音乐然后按旋律演奏。第3种有氧模式和第1种类似，不同的是连续犯错扣分，依然可以继续运动，也不设置关卡，相当于自由模式。我个人感觉这个系列的第3部比之前的2作都要好，运动量比较适中，跟随教练可以连续较长时间的运动，还要有节奏的跟随音乐，简单的几句合成语音使用也很到位，能够增加代入感。游戏评价3颗星。十王剑之谜，由东星软件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横版动作游戏。游戏名的前缀 Pocket Zorros 是万代的人气文具系列品牌，以这个品牌为主题，游戏内容里也加入了一些知识教育元素。该作的主角人物是公司员工桥本鸣人，他被亡灵界的一位国王变成恐龙，桥本需要穿越到不同的时空，收集其他国王的宝剑，以打破施加在他身上的诅咒，并击败将他变成恐龙的国王。虽然这是一款横版动作游戏，但也加入了冒险解谜、问答环节和射击类型的玩法。主角桥本的武器是扔回旋镖攻击，前进的过程中到一些特定位置会暂停，出现问答题目，选择答案后继续游戏。可以通过收集超级护盾来装备护甲，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投掷更多的回旋镖。有时桥本会进入他的飞行时间胶囊，然后就会变成横向卷轴射击。场景里所有物品的造型出现时都是该文具用品主题的饮水瓶，触碰后变成不同的道具，很多时候出现的问号相当于提示标记，其他都是些常见的道具类型，如钻石图案相当于分数，乘以2的符号表示20秒内获得的分数翻倍， H 符号回复能量， C 符号相当于阶段的记录点。总共5个关卡加上一个最终 BOSS 战，
前5关分别是5个不同时代。第一关是1亿年前的恐龙时代，主要的敌人是恐龙和一些史前的动物。第2关是1700年前的闹鬼世界，背景都是漆黑夜晚下的荒凉景象，敌人是各种鬼怪。第3关2600年前的埃及，金字塔的背景和古埃及的建筑风格。第4关公元5000年的未来城市，很多机械敌人，背景里的房子都建在空中。第5关10000年前的万神殿，古希腊式的神话宫殿，敌人也大多来自神话中的角色。最终 BOSS 场景是黑暗水晶的城堡，通关后画面非常的搞笑。这部作品的定位和主题比较特殊，如果不是目标群体，有些内容感受不深。游戏的过程中有时出现的文字和问答环节比较破坏游戏的流畅性，也导致每个关卡时间很长。整体的画质音效也都一般，个人评价2星半。这期节目的内容比较多，有几个游戏也多讲了2句，能看到现在的朋友说明很有耐心。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还请3连支持。以上就是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